各位朋友，今天在欧洲又发生了类似于恐怖袭击的惨剧。一位24岁的阿富汗人在德国慕尼黑驾车碾压人群，数十人受伤，数人重伤。昨天，也就是周三，在法国，有人往一家咖啡馆扔手榴弹，造成2人生命垂危，10多人受伤。前几天我还说过此类事情在德国绝对又会发生，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所以奉劝大家，如果你们在德国在欧洲为了自身安全，没事不要去人群聚集地，比如说在火车站等场所，在站台上一定要注意用你的余光看左右前后。在站台上一定要注意，在火车进站时不要过于靠近站台边沿，免得被人推下站台而丧命。现在德国大中城市变得很不安全。但是本期节目呢，与刚才讲的无关，咱们今天讲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这2年，中国的科技进入大爆发阶段，核聚变也是未来科技的制高点。中国一直很重视它的研究，获得了大量的发明专利。今天咱们来看看奥地利标准报对此事的报道。中国正在秘密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核聚变反应堆之一。新的激光聚变设施首先可能与核武器试验有关，但中国在核聚电发电方面也在不断取得进展。从高空俯瞰，该设施就像一个巨大的 X， 中间是个方形塔，两侧各有4条向外伸出的手臂。据专家称，中国在绵阳市附近的中心地带建造的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激光聚变反应堆。该设施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但几乎没有人在公开场合见过它。最近，美国2家研究机构的调查让人们看到了该项目的规模。据专家称，该设施主要有助于改进核武器研究。这是因为绵阳激光聚变重大装置试验室，这是官方名称。这个东西可能在不违反禁止核试验等国际条约的情况下，模拟小型核爆炸，取之不尽的能源。另一个好处可能是激光或惯性约束聚变的进一步发展。多年来，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一直在研究模仿地球上太阳高能反应的核聚变发电厂的物理和技术基础。这项技术的潜力将是巨大的，氢核聚变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无论如何，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使用。仅从1克燃料中，核聚变就能产生相当于燃烧11吨硬煤的能量，而且不会直接产生排放物，在最佳情况下不会产生长期放射性废物，也不会像核裂变那样产生连锁反应和堆芯熔毁的风险。然而目前还不存在包含这一复杂技术所有要素的工厂。秘密研究。奥地利格拉茨理工大学理论等离子物理学家克里斯多弗·阿尔伯特说，我对中国没有公布新的核聚变项目并不感到惊讶。近年来，中国已经建造了几座核电站，但并未向世界公布。阿尔伯特说，他们通常只想在合作时才与我们联系。此外，激光聚变设施首先用于核武器研究，而非能源生产。维也纳工业大学离子与等离子物理学教授弗里德里希·奥迈尔说，这类设施通常不太开放，也不容易进入。顺便提一下，不仅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因为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国家点火装置 NIF 多年来也一直在模拟核武器爆炸。该装置是目前最大的激光聚变装置。奥迈尔说，我们通常只能了解到那里发生的事情的一小部分。配图说明，美国国家点火装置是激光核聚变的试验装置，研究人员已成功的在最后产生了比开始投入的能量更多的能量。该设施也用于核武器研究。激光核聚变面临重重障碍。激光核聚变设施的原理，激光从各自的侧壁，也可从中国新设施的卫星图像上看到，射向中间的中央建筑。该建筑空浆中装有氢同位素，激光的能量旨在使氢原子核融合在一起，从而释放能量。不过，
激光核聚变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在能源生产中发生作用。美国国家点火装置的研究人员早在2022年就成功地产生了超过加热所需能量的核聚变能量，而用于此目的的激光器也正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高效。奥迈尔说，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如何以此建造一座正常运转的发电站，这是因为反应堆中的燃料必须每秒被激光轰击到10次，目前每天只能进行1到2次。关注另一种方法。然而，中国不仅投资于激光核聚变，而且还投资于磁约束核聚变。专家们认为，这一过程已经更接近于实现，也许有一天真的可以用来产生能量。不同之处在于，等离子体的温度超过1亿摄氏度，是原子核聚变的结果。它不是向氢同位素发射极光，而是被磁场所限制，这样释放出的中子和能量可以加热液体，产生的蒸汽可以用来发电。获取专业知识，迄今为止，主要是欧盟、日本和美国在推动磁约束核聚变的研究，但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发展不断取得进步。10年前，中国人从我们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他们正在实施这些项目。德国马普等离子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伊丽莎白·沃夫鲁姆说，多年来，欧盟、美国、中国、韩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在法国南部联合建设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堆，中国的参与也起到了帮助作用。奥迈尔说，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可以充分获得专业知识。虽然中国也贡献了自己的专业知识，但同时也获取了很多。中国加快在国内实施。奥迈尔说，虽然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堆的建设由于严格和不恰当的国家法规，这些法规仍然不是为核聚变电站而设计的，而是为传统核裂变设计的，而一拖再拖，导致实施失败。但中国已经在它的国内建设自己的热核聚变试验堆。奥迈尔说，在那里，如果有政治意愿，不仅审批程序会加快，而且项目的实施规模也完全不同。配图说明，在法国的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堆项目已建设多年，然而据专家称，由于严格的法规，完工的时间一再推迟。物理学家克里斯托弗·艾伯特也持类似观点。中国政府为许多项目制定了长期规划，中国政府还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并提供了大量财政资源，以确保该设施在规定时间内完工。如果世界市场上暂时没有所需材料，政府只需在旁边新建一座工厂。清洁能源的解决方案，对中国来说，核聚变是取代国内众多燃煤发电厂，在未来为庞大人口提供清洁能源的解决方案。近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这项技术上投入了如此多的资金，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近期注册了如此多的专利。中国研究人员最近在全超的托卡马克核聚变试验装置，也被称为人造太阳的一次试验中，成功地创造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等离子体可以保持18分钟高质量燃烧，这比中国研究人员在2023年创下的上一个纪录长了1倍多。到2050年建成商业设施。位于中国东部的紧凑型聚变能试验装置 BEST 最迟应于2027年建成，中国核聚变工程试验堆 CFETR 随后将于2035年建成。它将在研究与商业应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2050年起，中国希望运营第一座商业核聚变发电站。奥夫鲁姆、艾伯特和奥迈尔都认为这个时间表非常现实。沃夫鲁姆说，到那时我们在欧洲肯定不会有一个正常运行的核聚变发电厂。据奥迈尔说，目前正在建造的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堆是基于20年前的技术，以今天的知识可以建造出完全不同的反应堆。尽管欧洲和美国有许多新公司正在研究核聚变，但目前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堆仍是建造一座正常运行的核聚变发电站的最安全方式。奥迈尔说，欧洲在核磁聚变领域继续领跑世界，但中国正日益迎头赶上。
核聚变竞赛让这位专家想起了登月竞赛。对中国来说，核聚变也是一项面子工程，这是为了显示他们的技术领先于西方。一些风险，沃夫鲁姆说，然而风险也存在。如果在选择反应堆材料时不小心，核融毁时释放的氦中子会导致放射性物质长期辐射。在核聚变过程中，氢同位素氚与氘聚变成氦，这种物质也不容易处理。由于这种同位素具有放射性，因此必须妥善保存。在最好的情况下，核聚变发电厂是一个封闭的循环，其中所需的是从锂中培育出来的，不能有任何受污染的物质泄露到环境中，必须通过必要的技术来确保这一点。相互交流，阿伯特说，最后许多其他技术问题仍未得到解答，包括如何使等离子体保持更长时间的稳定，以及最后产生的能量是否和如何比开始流入的能量更多。此外，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测试，以确保核聚变发电厂使用的材料能否承受核聚变过程中发生的中子轰击。即使选择了正确的材料，核聚变也会产生放射性废物，这些废料至少要存放100到200年才能再次安全使用。因此，没有研究方向的相互交流，未来就不可能有核聚变。艾伯特说，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发展核聚变，因此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建成了第一座正常运行的核聚变发电站，那将不仅是中国的成功，也是国际的成功。接着我们来看看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请不要使用嵌入式直接链接到宣传平台推特，截图和可放大的图片即可，不必为民主的敌人马斯克增加流量。下一则，报道中提到，在欧洲，到那时我们肯定还没有一座正常运行的核聚变发电厂。这位网友说，也许不会吧，但到那时肯定会有5000项法律和指导方针来规范不存在的发电厂以及核聚变发电厂税。这位网友跟帖说，更不用说欧盟委员会的核聚变电厂专员，欧盟议会中的核聚变电厂委员会和4个小组委员会，以及由483名成员组成的核聚变电厂指令工作组。好，我们往下看。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吗？我的建议是，赶快打包行李去中国吧。下一则，与许多其他领域一样，我们简直无法赶上中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在这方面，我们应努力与中国更加紧密合作，并从中国的专业技术中获益。好，继续往下看，看这条评论。但我相信，到那时，我们一定会制定出相关法规，这将确保从项目启动到投入使用的30年时间里，我们能够生成数以百万计的验证文件，以便我们能够建立并投入使用从中国或美国采购的核聚变反应堆。每个人都在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好，继续往下看吧。长期以来，人们看不起中国，让中国人生产便宜的东西。如今，得益于国家补贴，他们在技术上超越了我们。关键词：经济独裁。我们在哪个领域还能领先于中国？好，看下一则。我没有把上面那位的评论翻译出来，我们现在直接看这位网友的跟帖。中国现在什么都能自己生产，而且生产得更好。我对你的评价持谨慎态度，认为中国总是落后一些的想法来自于西方人的某种傲慢。10多年前，我曾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即使在那时，他们在大多数领域都比我们领先一些，而中国正在取得巨大的飞跃。下一则，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看到欧洲利用核聚变反应堆进行商业发电。继续往下，世界上最大的核聚变反应堆之一，我严肃问个问题，世界上有多少个核聚变反应堆？有这么多吗？下一条，
印度、韩国、日本、俄罗斯、欧洲的德国、美国、英国，是我们现在能想到的国家。中国约有3或4个。由于热核聚变试验堆进展缓慢，中国国家热核聚变试验堆决定邀请国际参与者参与，他们都可以在其中开展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用于热核聚变试验堆。风能、太阳能和蓄能正在建设中，以测试电网馈入，其他的都是私营公司。好，我们看看下条评论。既然报纸都报道了，那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再往下看，我不相信2050年代开始商用核聚变发电。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就被告知，由于核聚变的出现，从千禧年之交开始，我们将不再有能源方面的担忧。另一方面，中国比我们欧洲更加务实。如果北京认为中国在2050年需要核聚变反应堆，那么中国就会在2050年拥有它。好，继续看下一条。总有一天，中国人会打开开关，让我们惊奇地看到核聚变。下一位，20年前，谁能想到我们现在成为第3世界？继续往下。你可以对中国有任何看法，但中国近几十年来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取得的进步令人目眩。好，再往下看吧。约有2亿大学生毕业，再加上那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及对法律的理解，根本就不意外。下一则，中国人事先没有问我们就建造研发中心，我真的很震惊。他们允许这样做吗？德国知识点评，我感觉这位网友是在开玩笑哦。再往下看，他们建造核聚变反应堆的速度比我们批准一台风力发电设备的速度还要快。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哦。中国人正在为未来建设和研究技术，他们不再对我们能做什么、能发明什么那么感兴趣。因为无论如何，为进步发展而引进技术是标准做法，或再造工程。如果你想在再造工程方面打败中国人，那就自求多福吧，这可能要求很高。他们就是这么做的。上世纪60年代，美国就敢承接如此大型的项目，或者在1880年到1900年，这些年间，我们也有能力。我们现在建造的机场造价是它的3倍。到工程结束时，面积太小，而且花14年建成后就已经过时了。好的，各位朋友，在评论区涉及中国的评论，在这个话题上，奥地利德语区的网友们相对还是客观的，真希望中国第一个成功搞出核聚变发电，第一个造出人造太阳，造福全人类。除了那些邪恶国家外，你们怎么看？